用手掐哈，这样掐成这样子的。大家好，这里是阳光新西兰，我是上海。今天呢，跟大家分享2种种豆苗的方法。先说种子哈，我发现最便宜的种子呢，就是这种专门用来种芽苗菜的种子，这种屁豆子，1公斤呢才10块钱，比那种一小包就好几块钱呢，算下来就划算多了。因为无论是种芽苗菜还是豆苗嘛，都需要大量的种子啊。打开看，里面是这样子的。把豆子泡一泡呢，会更有利于发芽。这是我泡了2天的豆子大家看已经有芽出现了。这个花盆呢不要太深够宽口就可以。里面呢稍微放点土，随便放点什么土就可以。这个底下的土呢就不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豌豆呢就随便的撒在上面。一定要大量的撒，因为我们是吃这个豆苗，所以呢，或者是芽菜你都可以这么种。上面铺一层我自己做的堆肥之前呢，我有一期视频是专门讲堆肥的，有兴趣的朋友呢，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这里面有很多的蚯蚓所以这个非常的有营养，所以呢就把它覆盖在上面，既保湿又给土改善土质。刚种下去呢是不需要浇水的，因为豆子是湿的，底下的土呢也是湿的，上面盖的肥也是湿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不需要浇水。根据你所处的季节不同，温度不同吧，3到5天你就会看到芽冒出来了。这个时候呢，你看土壤里面还是很湿，所以呢也不需要浇水。这个时候它的需求量对水的需求量也不大但如果是夏天蒸发量特别大呢，这个时候需要浇点水了。再过3到5天呢，就长成这个样子了。那现在呢，我们就要给它浇点水了一般的春天呢、秋天还有冬天蒸发量都比较少，所以一开始呢不需要浇水，等长到这个样子的时候浇点水比较合适但是也不要多浇稍微这么一小壶差不多就可以了。长到这个高度呢就可以采摘了。这是我在外面种的一些豆苗也发出来了，而且呢，这个我发现蜗牛也不吃它们，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冬天无论是在盆里还是在这个地里，都会大量的种一些豆苗就是因为它病虫害比较少在外面的地里呢，我都是直接铺上厚厚的堆肥，然后直接在堆肥上面种。大家也看到了，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蚯蚓帮你翻土了，所以你是不用翻土了。只要简单的挖出一道沟来还算比较直吧，尽量的把这一道沟挖直一点。然后呢，这些豆子呢就可以撒到这个沟里了这些豆子呢我没有泡过，因为我们新西兰冬天整天在外面下雨，土里已经很湿了，所以一点也不缺水。但是如果你住的地方是干旱的地区呢你种下去就要赶紧浇水，或者你最好泡一泡你的豆子。虽然在外面嘛，比在这个阳台可能要冷一些，这个长得慢一些，但是它们还是陆陆续续的芽都发出来了，长得也挺好的。
我呢就随便在这个我做的堆肥这一堆肥旁边呢，也是埋下了很多的豆子也发出来了。这个荷兰豆无论是豆还是豆苗都非常的喜欢冷，不喜欢热。当然我指的冷当然不是零下，所以说你主要所在的地区冬天不结冰霜的话都可以种植。夏天不建议种因为夏天太热，它很快就会开花，就变得老了，所以就采不着嫩豆苗了。首先来的是鸟刨走了一些嫩芽，刨得乱七八糟的但是也还好了，大部分呢还在。可能我家猫多吧，把鸟都吓跑了。还有呢，就是蜗牛鼻涕虫在新西兰的冬天雨季，哎呀没有办法，所以呢我就比较担心它会不会吃豆苗你看，这是我的白菜，已经全军覆没了。这颗白菜好惨，它可能在角落里面，这个蜗牛比较多。但是生菜还很好。你看生菜，我发现蜗牛它不吃生菜。你看旁边的白菜被它们欺负的，但是生菜呢还好好的。还有呢，就是什么西兰花这种 brassica 这种大叶的，只有落在地上呢，它们才肯食。可能稍微高一点、比较强壮的叶子呢，它们就不爱吃了，所以这些也没有问题。因为这块地呢，我也没有撒任何的农药来除这些鼻涕虫，因为我是觉得这样比较健康嘛，所以比较担心我的豆苗怎么样呢？哒哒哒哒，你看完好无损，它们不吃豆苗，这个真的是特大喜讯一定要分享给大家。豆苗是不是非常简单呢？我也觉得豆苗是特别简单的，只要你有种子你怎么着撒到哪里都可以种，也不怕虫吃看这一盆绿绿的多好看，放在桌子上也是一个盆景吧但是呢，我们今天呢还是要把它吃掉，因为再不吃呢它就长老了。所以呢，今天呢我要来采摘一下这个豆苗。如果你想让它继续再发的比较多呢，你最好底下留着叶子，留2片叶子，它会从那个叶瓣中间呢再往外不停的发。所以呢，你采的时候呢就要仔细一点。当然，你也可以用剪刀来剪，比较快一些。你也可以剪的稍微高一下，像我左边这样，你也可以剪的矮一点，因为我种的太密了，所以右边我就剪的稍微又狠了一些。所以这一盆就剪了这些。一会儿呢，我们就剪完了。你看，剪的还是比较快的。剪完了之后呢，再浇点水施点肥就可以再长出一茬来了。如果你管理的好呢，可以长好几茬。这些豆苗呢，我们还采了不少，你可以怎么吃都好吃了。就这么一小盆，然后你喜欢吃就多种几盆。关于施肥我很多的这个菜水果啦，我都是用这个海藻肥这个呢，店里都有卖然后你按照这个比例兑点水这个浇上去就行了，然后也不要一直浇，就差不多再浇一次再发出来。它每次剪完之后你浇就行了。怎么样让它次数这个发的次数更多呢？可能你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办法。它也不会一直的发新芽它发到一定程度，比如夏天天热的时候呢，它就特别容易老。冬天呢，我感觉剪的次数还是多一些的夏天呢，就好像第2茬之后呢，感觉就要开始抽穗开花了。所以呢，我觉得虽然1年4季都能种，但是它这个间隔还是有不同的这个采摘的次数也不同。当然夏天的蔬菜水果都比较多，所以夏天呢我基本上是不种的。冬天呢那个虽然长得慢但是你要是多种几盆的话，它也没那么快抽穗开花，反而倒是好的。所以呢就建议大家在冬春秋这3个季节都可以种这个。如果你放在室内的话，1年4季无所谓的。
好了，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啊。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请不要忘记点击啊这个点赞，非常的关键，还有订阅。非常的这个，如果你点赞或者订阅，如果你不会订阅呢，你点赞多了呢，系统呢它就会认证，然后认证了之后呢，就会推荐，然后就让我的视频越来越火，就能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啊，这点呢对我是很重要的，希望大家呢多多支持。好的，谢谢。